你知道藤壶鹅肝吗？把鹅的胃塞满食物，丢在海边，密密麻麻的藤壶幼虫就会附满鹅的身体，这样取出的鹅肝又嫩又肥，是最美味的顶级食材。好看的精品短篇悬疑恐怖小故事，一口气看到大结局，每天更新。喜欢评论区扣1，无聊扣2。温馨提醒您，正文开始了。我最遗憾的就是没能参加我姐的婚礼。我们是双胞胎，从小就形影不离，为此还特地定制了刻着对方名字的同款星芒水晶项链，代表着永不分离。得知她要结婚的消息时，我和导师正在偏远山区采集标本，根本就来不及赶回去。说起来，我姐结婚这事挺突然的。根据我妈的说法，我姐看到本地富豪给儿子公开征婚，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，没想到真的给富豪选中了。第二天就举办了婚礼。婚后我问姐夫长得怎么样，帅不帅？我姐说她也没见着本人，看照片还不错，人在国外没来得及赶回来。结婚时就她和富豪公公在，她差点以为自己是和富豪公公结婚。后来山里信号不太好，我和我姐也就没怎么联系。就在今天下午，我刚从山区回来，就收到我姐发来的信息，她邀请我去她的豪宅玩几天，还给我发来了定位信息。我在山区待了几个月，正好想放松放松，很爽快的就答应了。我姐发的定位在市郊，位置有点偏。等我到达的时候，顿时就被眼前的一幕镇住了。4层高的旧式建筑，青砖黑瓦琉璃墙，门前还有2尊看上去像是麒麟的石像，妥妥的民国花园洋房，很有怀旧的气息。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里，就给我姐打了个电话，谁知响了半天没人接，倒是有个年轻帅气的男人开门走了出来。男人笑眯眯的看着我说：“你是许梦吧？我是你姐夫，我叫白庭轩。”我仔细打量着白庭轩，皮肤白皙，温文儒雅，一看就是个好男人。我真替我姐高兴，她算是嫁对人了。美中不足的是，白庭轩好像受过伤，右手露出的皮肤上满是疤痕，凹凸不平，看上去有点恶心。当然了，人无完人，只要他对我姐好就行。白庭轩笑呵呵的把我请了进去。他们家的客厅真的很大，里面的布局也相当复古，居然还有留声机这种老古董，完全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家电。我刚扫了2眼，就感觉到我姐在东边的饭厅里，这是我们姐妹之间的心灵感应，非常灵验。小时候玩捉迷藏，我就是靠这个找到我姐藏身的地方。我一边喊着姐，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向饭厅。饭厅的布局依然很复古，长长的饭桌上摆了10几道美食，西边坐着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，她身后还站着一名照顾她的阿姨，除此之外并没有我姐的身影。挺意外的，我的心灵感应居然失灵了。我估摸着可能是我太想我姐了，所以才搞了这么一出乌龙。还没等我开口，白庭轩从后面走了过来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许梦，你跑得真快，我刚想告诉你，你姐参加我们家族的礼仪训练去了，要过2天才会回来。”白庭轩话音刚落，老奶奶突然颤巍巍地站起身，拍了一下桌子，布满皱纹的老脸恶狠狠地朝我瞪了过来，她的表情看上去有些狰狞，怪吓人的。老奶奶情绪很激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她实在太老了，张了半天的嘴连半个字都没说出来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挥舞着手。我有些不知所措地看向白庭轩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无意中得罪了老奶奶。白庭轩轻轻拍了我一下，示意我不要害怕。他说老奶奶是他奶奶，今年91岁，得了老年痴呆症，认不得人，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。说完，白庭轩连忙跑过去安抚老奶奶。在他的安抚下，老奶奶的情绪稳定了不少，缓缓地坐了下来。就在老奶奶坐下的瞬间，我却发现一件让我诧异的事，她的脖子上竟然戴着跟我同款的星芒水晶项链。项链是我和我姐定制的，刻着对方的名字，按理说她是绝对不可能送人的，不过也不排除老奶奶喜欢，我姐为了哄奶奶开心就送给她了。这事只能等我姐回来再问了。我强忍着想要问清楚的冲动，在奶奶旁边的位置坐了下来。饭桌上的菜挺多的，大多数都没什么新意，倒是有一道很特别的菜吸引了我的注意，通体褐色，有点像是动物的肝脏。白庭轩似乎是注意到了，笑呵呵地看着我说：“这道菜叫藤壶鹅肝，是我们家祖传的一道菜，外面有钱都买不到，味道极其鲜美，入口即化。鹅肝我吃过，这藤壶鹅肝我还是头一回听说。”白庭轩继续说：“要做这道菜，必须连续1个月给鹅的胃里灌满食物，让它的肝长得又肥又大，然后再用藤壶沾满皮肤，把体内的毒素吸食干净。
这样取出的肝又肥又嫩，可以说是最顶级的食材，尝一尝吧。我这个人没什么爱好，就喜欢吃。虽然我不知道藤壶是个什么玩意，但我知道鹅肝可是好东西，不仅可以补血，还能够延缓衰老，营养价值极高。我也没客气，谁知刚夹上一块，就看到奶奶的眼神有点怪怪的，她的脸皱巴巴的，看不出任何表情，但她的眼睛却一直盯着我的胸口看。不对，不是胸口，我感觉她是在看我的肝脏部位，这种感觉非常难受。我甚至觉得我自己就是白庭轩口中的鹅。我不喜欢被奶奶看的感觉，只能微微转过身子，刚准备把鹅肝塞进嘴里，奶奶突然颤巍巍地伸出右手，一巴掌拍掉我手中的鹅肝。很明显，她不想我吃这道极品美食。我真的挺尴尬的，夹也不是，不夹也不是，只能求助地看向白庭轩。我说，姐夫，奶奶是不是不喜欢我？要不我还是先回去吧，等我姐回来了再过来。白庭轩连忙摁住老奶奶的手，摇头说，徐梦，我答应你姐要好好招待你的，奶奶不是不喜欢你，她有老年痴呆症，可能是把你当成讨厌的人了。你放心，过了今晚她就不会记得你了。你要是走了，我可不好和你姐交代。我不想让白庭轩为难，只能点了点头，答应留下来。不过鹅肝我是不敢再吃了，只能夹其他的菜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只要我不吃鹅肝，奶奶倒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吃过晚餐，阿姨扶着奶奶回房间休息，白庭轩带我走上3楼，让我住东边第3个房间。路过走廊的时候，我看到墙壁上挂着一幅有些年头的旧黑白照片，照片里是一个年轻人，戴着厨师帽，挂着白围兜，应该是民初的人，长得还挺帅气的，跟白庭轩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。那是我太爷爷，年纪轻轻就死了，留下太奶奶一个人把我爷爷带大。可惜我爷爷也命不长，奶奶又独自一人把我爸养大。这么多年了，奶奶为我们白家付出了太多，都没有改嫁过，现在得了老年痴呆症，是我没有照顾好她老人家。白庭轩真情流露，眼角都湿润起来。不可否认，白庭轩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我姐能嫁给这样的人，我也是放心了。趁着白庭轩擦拭眼角，我又多看了几眼照片，只是这一看，却是心中猛地一惊。照片的右下角有个落款，写着白庭轩，拍摄于1931年。白庭轩的太爷爷居然也叫白庭轩。我被带到了3楼最东边的房间，白庭轩说这里以前是太爷爷的房间，空了很多年了，让我安心住下来。稍后他会让刘阿姨给我送一套新的被褥过来。我问我姐大概什么时候回来，白庭轩说礼仪培训是封闭式的，估计还有3天就结束了，让我尽量不要打扰我姐，以免影响她学习。说完，白庭轩轻轻地带上房门离开。我环顾四周，仔细地打量起房间。房间里的布局依然很复古，没有空调，没有彩电，就连床都是民国样式的红木大床。不过最惹人注目的还是北边墙上挂的一幅大型油画，油画的背景正是这座花园洋房。2个年轻人手拉着手站在门前的石麒麟旁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甜蜜的笑容。男生一脸英气，和白庭轩非常相似，我估摸着应该就是走廊过道照片里的男子。女生扎着辫子，穿着民国样式的学生服，应该是他的恋人吧。看着眼前的油画，我心中不免有些疑惑，2人长得相似就算了，或许是基因强大，但是祖孙都叫同一个名字，这也太奇怪了。尤其是白庭轩的奶奶，给我的感觉很不好，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姐得罪她了，而我又和我姐长得一样，所以她才会那么讨厌我。我还在欣赏着油画，门外传来清脆的敲门声。刘阿姨抱着崭新的被褥进来，轻车熟路的给我换了起来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问她说，刘阿姨，你在这里很久了吧？许小姐，不瞒你说，我也就比你早来了3天。只比我早3天？我愣了一下，继续说，刘阿姨，那你见过我姐没有？我没有见到你姐姐本人，但是我打扫白先生房间的时候，倒是见过你姐姐的结婚照。你们虽然长得一模一样，但她看上去比你文静一些。这话我承认，我和我姐的性格从小就相反，她是那种安安静静的小女生性格，而我从小就大大咧咧的，像个男生一样。刘阿姨，家里除了我姐夫和奶奶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人了？没了，就白先生和老太太。许小姐，老太太这几天一直挺和善的，
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对你的敌意那么重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，他真的有老年痴呆症。我当然不会往心里去，只是觉得有些怪怪的。刘阿姨收拾完就走了，我一个人躺在床头，越发的想念我姐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有给她发过信息，直到现在也没有回复，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培训些什么东西，居然忙的都没时间回我。我又试着发了2条信息，依然没有回复。虽然白庭轩让我不要打扰我姐，但我还是忍不住给她打了一个电话。伴随着悦耳的铃声响起，我整个人却突然不好了。没有人接听电话，但我却清晰地听到门外传来一阵熟悉的旋律，是我姐的手机铃声。白庭轩说我姐培训去了，他的手机怎么会出现在门外？我眉头紧锁，缓缓地朝着大门走去。越是靠近大门，手机铃声就越清晰。没有任何犹豫，我猛地打开房门，只是看了一眼，顿时头皮一阵发麻。门外站着的竟然是白庭轩的奶奶。奶奶弓着身子，满是皱纹的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，一双眼睛依然死死地盯着我的身子，仿佛要把我生吞活剥一般。而我姐的手机铃声正是从她的口袋里传出来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姐的手机怎么会在奶奶身上？我连忙挂断电话，小心翼翼地指着口袋说：奶奶，我能不能拿一下手机？那是我姐的。奶奶没有任何表情，也没有任何反应，仿佛木头人一样呆立着。我深呼一口气，试着把手伸进口袋，很快就把手机摸了出来。粉丝的手机壳，的确是我姐的手机。就在这时，奶奶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枯瘦的双手虽然颤颤巍巍的，但是抓得很紧，她的嘴巴更是一开一合，似乎想要说什么，却怎么都发不出声音来。奶奶，你怎么又乱跑了？就在这时，白庭轩的声音突然从楼上传了下来。他穿着深蓝色的睡衣，脸上满是关切的神情。说来也是奇怪，白庭轩一下来，奶奶的手就不抖了，一下子就松了开来，整个人又回到刚才呆立的模样，看不出任何表情。许梦，刚才我好像听到手机铃声，是不是奶奶又把小茹的手机拿出来了？她去培训前交给我保管的，没想到总是被奶奶翻出来。我没有否认，主动把手机拿了出来。白庭轩只是看了一眼，笑着说：还是交给你保管吧，省得奶奶又拿出来玩。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先送奶奶回房间。刘阿姨也真是的，连个老太太都看不住。很快，白庭轩扶着奶奶下楼。我回到房间，看着手中的手机，脑海里回想的却是刚才的画面。奶奶的反应很奇怪，她似乎想要说什么，但看到白庭轩之后又停了下来，这似乎不太像是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表现。我闭上眼睛，又仔细地回想了一下，片刻之后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心中生出一股恶寒，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好像知道奶奶在说什么了，她说的好像是跑。一整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，脑子里一直想着今天发生的事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奶奶似乎很怕白庭轩，甚至不惜装成老年痴呆症的模样。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，为什么会如此惧怕自己的孙子？我不太确定奶奶是不是让我跑路，打算天亮以后找个机会，只要让我单独和奶奶相处片刻，或许就能知道她究竟在怕什么。时间一晃就到了天亮，我还没睡多久，门外就传来刘阿姨的声音。她说早餐已经准备好了，让我洗漱好就可以下楼吃了。我嗯了一声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这才急匆匆地下楼。走到饭厅的时候，白庭轩和奶奶已经坐下，桌上摆着丰盛的西式餐点，但最惹人注目的依然是那盘我昨天没有吃到的藤壶鹅肝。白庭轩看到我，笑呵呵地说：许梦，是不是不太习惯？我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，你可得多吃点，不然你姐回来，我可不好和她交代。姐夫，是有点不习惯，早餐真丰盛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是真不打算客气，其他的餐点我没兴趣，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那道藤壶鹅肝，只是闻到它散发出来的香味，全身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。我不是美食家，但我知道它一定很美味。不过唯一的问题恐怕还是奶奶。我下意识看了奶奶一眼，见她并没有反应，这才试着夹了一块鹅肝。谁知还没等我放到嘴里，奶奶又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很明显她并不想让我吃。白庭轩看在眼里，第一时间拉住奶奶的手说：奶奶，她叫许梦，是许茹的亲妹妹，
这道菜是我特地为她准备的，食材非常珍贵，绝对不能浪费。奶奶张了张嘴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我仔细辨认了一下，没看懂。不过这一回她没有继续阻止我，而是很顺从地坐了下来。没有了奶奶的阻拦，我自然不会错过这道美食，只是轻轻咬了一口，顿时一股极其鲜美的味道就传遍了我的味蕾。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鹅肝，真的是入口即化，1块2块，没一会儿功夫，盘子里的藤壶鹅肝全都被我吃得精光。姐夫，真的太好吃了，你要是去外面开店，肯定生意火爆。白庭轩笑眯眯地看着我说，你喜欢就好，有机会的话我可以亲自教你怎么做。许梦，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，麻烦你帮着刘阿姨一起照顾奶奶。白庭轩要出门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我连忙点头，表示我会照顾好奶奶。很快，白庭轩换过一身西服，急匆匆地离开洋房。他前脚刚走，我就从刘阿姨手里接过奶奶，一路把她推到1楼客厅的位置。我半跪在奶奶的轮椅前，小声说，奶奶，昨晚你来找我，是不是想让我跑？奶奶没有任何反应，而是看了看窗外。我明白她的意思，她是想确认白庭轩到底有没有走。我特地走到窗前看了一眼，白庭轩的车刚刚开到大路上，毫无疑问，他的确是出去办事了，短时间应该回不来。我再次回到奶奶身前，我说，奶奶，姐夫走了，我知道你能听懂我说的话，如果我说的对，你点头就可以了。片刻之后，奶奶微微点下头。奶奶，你并不是讨厌我，你对我那么凶，其实是想让我离开这里。奶奶点了下头。我姐的项链是不是她给你的？奶奶摇了摇头。我就知道我姐根本不可能把项链给任何人。既然项链不是我姐给的，那只有一种可能。我说，奶奶，项链是不是白庭轩给你的？奶奶再次点了点头。看到奶奶点头，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我姐是不是出事了？我挺意外的。我原本以为奶奶会点头，但她既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，只是嘴巴一开一合，似乎一直在重复昨天晚上的话。跑？不对，肯定有问题。事情没有弄清楚前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里的。我说，奶奶，你别害怕，我可以保护你的。是不是白庭轩不让你说？他在威胁你？从奶奶的举动来看，我觉得他肯定是受到威胁，毕竟他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靠白庭轩照顾，所以通常都不敢违背他的意思。事实证明，我又猜错了。奶奶居然摇头了，我真的要疯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抓了抓头皮，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就在这时，刘阿姨突然神色匆匆地跑过来，一看到我就说，许小姐，地下室好像有人。什么地下室？我问道。我刚才在拖地，路过地下室大门的时候，好像听到很奇怪的声音，我不确定是不是有人，隔一会儿就会响一下，要不你过来听一下。我点了点头，刚准备过去，奶奶却突然拉住我，她颤颤巍巍地站起身，摇着头，似乎并不希望我过去。我知道奶奶并没有老年痴呆，很多时候她只是不想说，又或者不能说。不过她既然不想我去，反而说明地下室里确实有什么东西。我没有理会奶奶，跟着刘阿姨去了地下室。地下室就在1楼的北边，大门上着一把旧式的大铁锁。我问刘阿姨有没有钥匙，她摇了摇头，说白庭轩吩咐过，地下室不用她管。我嗯了一声，把头凑到墙边，仔细地听了起来。果然和她说的一样，地下室传来阵阵呜呜的声音，不太像是人的声音，但也不太像动物的声音。总之听起来有些凄惨，我浑身的鸡皮疙瘩都不自觉地窜了出来。想要进去，只能打开铁锁。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，这种锁并不难开，只要找个开锁师傅就能搞定。我拿起手机，想要搜搜附近有没有开锁师傅，谁知我还没查到靠谱的信息，一只大手突然从背后伸了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机。我猛地转过身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。站在我身后的居然是白庭轩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，悄无声息，我和刘阿姨都没有发现。许梦，你在查什么呢？语气极其阴森。我吓了一跳，第一时间把手机收了回来。虽然白庭轩看上去依然很和气，但是他的语气明显和之前不太一样。刘阿姨很快反应过来，
他说：“白先生，不关许小姐的事，是我听到地下室里有奇怪的声音，所以喊许小姐过来听一下的。”刘阿姨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地下室不用管，你去照顾奶奶吧，我和许梦说几句话。刘阿姨道了一声歉，迅速离开，只剩下我和白庭轩两人。我想了想，看着白庭轩说：“姐夫，我也听到了，地下室里确实有奇怪的声音。”白庭轩微笑着说：“许梦，你听错了，地下室里怎么可能有人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下面是我制作藤壶鹅肝的厨房，那是我们家的不传之秘，别说是你，就连你姐都不能进去。”我说：“姐夫，这么说，地下室里关着的是鹅？”白庭轩嗯了一声，凑到我耳旁说：“自然是鹅，给你一个忠告，有些时候好奇心不要太重，不该知道的就不要多问。”白庭轩很快就走了，但我却久久不能释怀。地下室里真的是鹅吗？我虽然没养过鹅，但我也知道鹅发不出这样的声音。如果一定要形容的话，我觉得地下室里的声音更像是女性轻声哭泣的声音。回到房间之后，我越想越不对劲，索性在网上搜索起藤壶鹅肝。不出意料，藤壶鹅肝没有搜到，倒是让我搜到不少恶心的照片。密密麻麻的藤壶犹如肉疙瘩一般附在鲸鱼和海龟的身上，瞬间就让我头皮发麻。想起我还吃过藤壶鹅肝，胃里突然一阵翻江倒海。放下手机，我抬头看了一眼墙壁上的油画，不得不说，画师的水平真的很厉害。昨晚我没有仔细看，现在看起来不仅画得非常细腻，甚至连细节都没有错过。尤其是两人拉在一起的手，十指相扣，甜蜜感都可以涌出画面来了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猛地愣了一下，我擦了擦眼睛，又仔细地看了一遍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，一股寒气直往外冒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第一次见白庭轩的时候，他手上有一处明显的疤痕，非常难看。我当时还替他惋惜，这么帅气的人却有这么一处伤疤。油画中的白庭轩在同样的位置，竟然有一道一模一样的疤痕。如果说这是巧合，未免太巧合了一点。或许我搞错了，这幅油画的背景不是民国，而是现在。事情有些超乎我的想象，我打算从画中找找细节，索性把这幅画拿下来看。没想到我刚把画取下来，就发现墙壁上居然还有一个暗格。暗格没有上锁，轻轻一拉就打开了。里面没有金银珠宝，只有一叠上了年头的信，还有一把看上去很奇怪的钥匙。我打开信看了起来，顿时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住了。写信的人正是白庭轩，这些信都是他写给一个叫南宫燕的女孩的，字里行间表达的都是浓浓的情意，两人甚至还约定了要私奔。根据信的内容来看，白庭轩是一名落魄的厨师后代，祖上曾经做过大明嘉靖皇帝的御厨，而南宫燕却是大家闺秀，两人的身份天差地别，家里根本就不允许两人来往。信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倾诉相思之情，但最让我诧异的是，里面竟然还提到了藤壶鹅肝这道美食，说是白家祖上曾经联合方士为嘉靖皇帝制作过一道特殊的藤壶鹅肝，可以让嘉靖皇帝长生不老，永葆青春。大明嘉靖皇帝我是知道的，著名的修仙皇帝，最后死于长期服用丹药。难道说这个世界上真有这种神奇的东西？信中的白庭轩就是现在的白庭轩，他也食用过特殊的藤壶鹅肝，所以才能长生不老，一直保持着年轻时候的模样。可如果真有用，那嘉靖皇帝又怎么会死？我把信收好，放回原位，留下那把看上去奇怪的钥匙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今晚我就能知道地下室里究竟是不是鹅。凌晨1点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楼下，连一点声息都不敢发出来，生怕被白庭轩听到动静。大约等了10多分钟，楼上依然安静得很，我这才拿出钥匙，咔嚓一声，铁锁顺利地被我打开。我果然猜对了，这就是地下室的钥匙。我小心翼翼地顺着楼梯往下，里面给我的感觉很潮湿，透着一股阴寒的风。大约走了20多阶台阶，我总算顺利地来到地下。打开墙上的开关，映入我眼帘的还真是个厨房。桌上放着一瓶价值不菲的红酒，旁边还有2只开膛破肚的大肥鹅，取出的鹅肝就放在盘子上，确实是又大又肥，散发着一股幽香。我环顾四周，很快又在角落里发现一道小门。我深呼一口气，透过门洞看了一眼，房间里有一张床，床上躺着一个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的白发女人，
一动不动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，呜呜的声音，或许就是他发出的求救声。我连忙打开小门，朝着女人走了过去。不管她是什么人，白庭轩把她困在这里，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没想到我刚靠近女人，就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。女人一头发白，皮肤松弛，看上去年纪应该很大了。她的脸上、身上长满疑似藤壶一样的东西，密密麻麻，非常恶心，完全看不清样貌。更让我触目惊心的是，女人的肚皮上竟然还有一道极其难看的手术疤痕，不像是剖腹产留下的刀疤，更像是被人野蛮的割开，然后又随意的缝合起来。你好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我小声喊着，试图叫醒女人。就在这时，女人猛地睁开眼睛，她只是看了我一眼，顿时变得情绪激动起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女人抓得很用力，手掌上的藤壶甚至划破了我的皮肤。我被女人吓到了，连忙往后退了几步。女人紧跟着站起身，继续朝我走了过来，可还没走出几步，就重重地摔倒在地。我这才发现，她的膝盖上竟然也长满了那些恶心的东西。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如何附在女人身上的，但以她现在的状态，根本就走不出去。女人状若疯癫，拼命地撕扯脸上的藤壶，嘴巴一开一合，似乎想要说什么，但最终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听起来十分凄惨，场面相当骇人。但不知为何，看着眼前的女人，我心里却有种很特殊的感觉。不过此地不宜久留，在弄清楚这女人是谁之前，我决定先出去再说。回到1楼，我第一时间把铁锁给锁上。一切是那么的顺利，只要等到天亮，找个机会问问奶奶，或许她能给我想要的答案。我松了口气，朝着楼上走去。谁知刚推开房门，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，整个背脊都在冒冷汗。白庭轩竟然在我的房间里。许梦，你是不是到地下室去了？白庭轩一定是发现钥匙不见了，所以才会这么肯定。可他为什么不直接去地下室找我，反而要在卧室里等我？他究竟想要干什么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就算否认也无济于事。我说，姐夫，地下室的女人究竟是谁？白庭轩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反而指了指墙壁上的油画说，暗格里的信你都看过吧？跟我说说你的想法。你相信长生不老、永葆青春这种事吗？嘉靖皇帝都化成灰了，你觉得我会相信这种事吗？白庭轩笑着说，既然你不信，那我给你讲讲信中白庭轩的故事吧。或许听完之后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地下室里会有个女人了。白庭轩很温柔，看上去并没有恶意。他给我倒了一杯酒，示意我坐下来听。他的故事很长，也很动人。民国20年，年仅22岁的白庭轩成为南宫家的主厨，烧得一手好菜，也同时赢得了南宫家大小姐南宫燕的关注。两个年轻人日久生情，原本想要厮守终生，但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棒喝。门不当户不对，注定是没有结果的。南宫家派人把白庭轩打成重伤，驱逐出去，并且禁止两人再见面。白庭轩伤愈之后，为了缓解思念之苦，只能不停地给南宫燕写信。两人虽然见不到面，但是两颗心却始终走在一起。这样的日子很痛苦，两人最终还是瞒着家人私奔，跑回白庭轩的老家躲了起来。当时正值战乱，老家也受到战火波及，白庭轩只能继续带着南宫燕逃难。在逃难的路上，白庭轩再次提到特制的藤壶鹅肝，他说那是原本给嘉靖皇帝准备的，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呈上去，嘉靖皇帝就驾崩了。没有人知道藤壶鹅肝到底有没有用，最终被炼制成丹药，当成传家宝保存下来。白庭轩希望南宫燕可以和他一起吃，如果祖上说的是真的，两人可以拥有漫长的岁月。就算没有效果，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拉肚子。南宫燕没有犹豫，很顺从的点了点头。白庭轩拿出丹药，他怕丹药万一没用，南宫燕吃坏身体，最终只是掰了一小部分给他。谁都没有想到，奇迹真的发生了。从那天后，白庭轩的样貌就再也没变过。10年、20年，他始终保持着20多岁的模样。原本他以为南宫燕也会一样，但事实却恰恰相反。南宫燕依然在慢慢变老，只不过相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衰老的过程要稍微慢一些。许梦，如果换成是你，当你发现藤壶鹅肝炼制的丹药真的可以长生不老，但你却只吃了一小块，导致功效大打折扣，
我微微皱眉，不假思索地回答说，我会尝试重新做出来。白庭轩笑了，眼中满是欣赏的神色。他说，许梦，你的回答和南宫燕说的一模一样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他不断的尝试，但是无一例外，全部失败。他甚至不惜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，最终变得疯疯癫癫。我知道白庭轩的意思了，地下室里关着的正是他以前的爱人南宫燕，怎么证明？我说。白庭轩伸出手臂，露出难看的疤痕说，许梦，你很聪明，你应该知道我就是白庭轩。你跟我去地下室，我会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又回到了地下室，不同的是，这次有白庭轩陪着我一起，穿过厨房，打开小门，南宫燕依然躺在地上。他看到我和白庭轩一起进来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似乎有些不甘。白庭轩轻叹一声说，许梦，其实我也不想把他关在这里，可他疯疯癫癫的，一出去就会伤害到别人，所以我只能把他关在这里。白庭轩每说一句，南宫燕就挥舞手一次。两个曾经相爱的人，最终却变成现在这副模样，真是让人唏嘘。不过这一切都是白庭轩自说自话，他依然没有证明地上的就是南宫燕。我说，白庭轩，你可以证明给我看了。白庭轩点点头，看向我说，许梦，在证明之前，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，特制的铜壶鹅肝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？怎么做的？我问道。白庭轩走到角落，拿出一只水桶，里面漂浮着密密麻麻的灰色的幼虫，这些幼虫在水中不断的蠕动，看得我鸡皮疙瘩都窜了出来。这东西叫仙藤壶，是当年的方术用特殊的方法培育的。它不仅可以吸附在硬物身上，也可以通过人体的伤口感染，在人体内成长，吸食人体的养分，等到成熟之后取下来，这就是藤壶鹅肝最大的秘密。不对，白庭轩在撒谎。南宫燕的腹部有明显的手术痕迹，绝不仅仅是感染藤壶幼虫这么简单。我还在思考白庭轩的目的，他却笑眯眯地走向我，继续说，你知道这些藤壶一旦感染人体，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我暗中警惕起来，问道，什么事？他们会吸干你的精气。白庭轩话刚出口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针筒，不由分说就朝我的脖子扎了过来。如果我毫防备，此时此刻肯定逃不脱他的魔爪。只可惜我早有准备，侧身躲过白庭轩的攻击，随后一脚猛踹了过去。白庭轩毫无防备，踉跄了2步，一个跟头栽倒在地，手中的针筒也落在一旁。我眼疾手快，一脚就把针筒给踩碎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白庭轩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，表现得十分淡定。我看着他说，白庭轩，虽然你很会编故事，但你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和我姐是双胞胎，我们之间有一种很特殊的心灵感应。我一直都感应到我姐就在这里，但始终没有找到。我一度以为奶奶就是我姐，但是听了你口中的故事，我才确定我错了。如果关在地下室的是南宫燕，那么楼上的奶奶又是谁？如果奶奶是我姐的话，早在我问话的时候，她就应该有所表示了。说到这里，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从离开地下室的那一刻起，我就隐约猜到被关着的就是我姐许茹。她被白庭轩折磨得不成人样，她看似疯疯癫癫，其实是想让我离开这里。白庭轩换过一副阴冷的面孔，重重地拍了拍手。他说，许梦，是我小看你了。原本我以为是猫抓老鼠的游戏，没想到反而被你这只老鼠占了上风。你说的没错，那个废人就是许茹。很快你也会变成和他一样。白庭轩仗着身材壮实，纵身一跃朝我扑了过来。不过他可能不知道，我是练过功夫的，寻常的壮汉都不是我的对手，否则我也不可能一个人傻乎乎的跟他下来。我们2人很快就打了起来，起初我还占着上风，但是没一会儿功夫，我就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，整个人都要晕倒似的。我顿时反应过来，大意了，刚才白庭轩在给我喝的酒里下药了。他做事竟然如此谨慎，做了双重保险。许梦，原本我还想趁你睡着动手，但既然你自己不识好歹，那我就让你清醒地看着自己是如何一步步从妙龄少女变成老太婆的。我的身体开始不听使唤，不等白庭轩动手，我就软绵绵地倒在地上。
我姐看到我倒地，发疯般的朝着白庭轩爬过去，嘴里发着呜呜呜的声音。我知道她是想保护我。白庭轩厌恶的看了我姐一眼，一脚把她踹开。废物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不过你放心，许梦很快就会变成和你一样了。我被白庭轩绑了起来，就在地下室的厨房里。他在我身上划破了数十道伤口，又把刚才装着鲜藤壶幼虫的水桶拿了过来。他看着我说，许梦，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漫长的岁月里，我不知道找了多少对双胞胎，但没有一个成功。希望你是特例，你的精气可以延缓燕子的衰老。她是我的最爱，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她老死的。果然被我猜中了，奶奶就是南宫燕。我冷笑了2声，看着白庭轩说，白庭轩，你口口声声说南宫燕是你的最爱，但事实只怕未必像你说的那样。你可知道南宫燕的老年痴呆是装的？白庭轩有些诧异地看着我说，不可能，她这种情况已经持续10多年了，就连医生都说她是老年痴呆症。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。我正准备说出我的看法，门外却突然传来清脆的脚步声。很快，一道枯瘦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，正是南宫燕。庭轩，他没有胡说，我确实没有老年痴呆。白庭轩一脸震惊地看着南宫燕，好半天才缓过劲来。他说，燕子，你真的没有老年痴呆？你能说话，那你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跟我说话？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撑得好苦？白庭轩真情流露，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即便如今的南宫燕已经白发苍苍，在他心中依然还是当年那个柔弱的女生。南宫燕轻叹一声说，我装老年痴呆，我装不能说话，就是为了打消你的念头。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真的不是我所想，我能多活这么多年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不，燕子，我们说过要一辈子在一起，我不会放下你不管的。我做这么多全都是为你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能放弃。南宫燕一言不发，拿起红酒倒了2杯，缓缓地走到白庭轩身前。庭轩，答应我，这是最后一个，如果还是没用，以后再也不要干这种事了。就算能延长我的寿命又如何？我回不到20岁时候的模样了。白庭轩接过红酒，一口喝下，拉住南宫燕的手说，燕子，我爱的是你的人，并不是你的容貌。哪怕你100岁、200岁，我依然爱你，永远都不会变。听着白庭轩的誓言，我心里挺感动的。没想到这个恶魔竟然会有如此深情的一面。南宫燕并没有太大的反应，她只是静静地看着白庭轩，好一会儿才开口说，庭轩，你先走一步，我会下来陪你的，我们会永远都在一起的。这话一出口，白庭轩突然脸色巨变，嘴角竟然开始渗出乌黑的血迹，看样子是中毒了。你竟然对我下毒！氰化钾，足以致死的剂量，刚才倒酒时放进去的，竟然是氰化钾！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。南宫燕究竟有多恨白庭轩，竟然给他下了这种生效极快的致命毒药？为什么？我那么爱你，这么多年，为了你，我不知道杀了多少人，你竟然这样对我！白庭轩歇斯底里的吼着，嘴角不断的吐血，看样子是没多少时间了。南宫燕淡淡的看着白庭轩，摇头说，庭轩，你真的是为了我吗？我跟着你这么多年，我是最了解你的。早在20年前，你的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吧？你的外表虽然没有变化，但是身体器官正在加速衰老。你连完整的配方都没有，你只知道需要双胞胎的精气，就开始尝试炼制。你杀了那么多人，其实是为了解决你自己的问题。就算是这样，那也是双赢，我们都可以长生。白庭轩嘶吼着。庭轩，别自欺欺人了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你天天对着我这张老脸，早就没有了以往的感情，你只是在拿我试药而已。你给我吃的鹅肝，其实跟当年一样，只有一小部分而已。我吃了没事，你才会把剩下的吃掉。南宫燕的话刚说完，白庭轩也倒在血泊中，眼睛瞪得极大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南宫最后的话。近100年的爱情，最终以这样的结局收场。我说，南宫燕，既然你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只是不断的暗示我快跑。如果你可以早一点站出来，我姐也不会出事。南宫燕轻叹一声，
苍老的脸庞露出一丝倦意。他说：许梦，对不起，庭轩毕竟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，我们在一起近100年，我不想你受到伤害，但也不希望你把他抓起来。不过一切都过去了，我真的累了。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，在我死后，希望你能把我和庭轩葬在一起，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，死后要是分开，还真有点不习惯。听到这话，我才注意到南宫燕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喝了下混有剧毒的红酒。1个月后，我来到南宫燕和白庭轩的墓前，虽然我很不想这么做，但我还是按照他的要求把2人的骨灰葬在了一起。我把我姐的情况告诉了南宫燕，虽然人还活着，但是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，医生估计也就5、6年的寿命。不过我姐看得很开，她说我没事就行，她很感谢老天，还能多给她几年的时间，她想看着我结婚生子，完成她这辈子做不了的事情。我又拿出当年白庭轩写给南宫燕的信，一封封的全都烧得干干净净。看着这些烧成灰的信纸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人啊，无论男女，就这一辈子，一定要看准人。